2018年，美国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出版了一本书，英文名叫《Bullshit Jobs》，中文有人把它翻译成毫无意义的工作，也有人直接叫它狗屁工作。后面这个名字可能更直接一点。Graeber 在书里把这类工作分成5种，第一种叫随从，存在的主要作用是让上级显得重要，比如某些没有实际职责的助理。第二种叫打手，代表雇主去施压、操纵或者欺骗别人，比如某些游说、公关和电话销售。第三种叫修补匠，专门处理那些本来不该存在却一直没人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。第四种叫打勾者，主要负责填表、做 PPT、写没人看的报告，用这些东西证明组织已经采取了行动。第5种叫任务大师，也就是那些并不必要的管理者，他们的工作就是给别人派活，有时还会凭空制造更多工作。你如果在咨询公司或者大公司待过，应该见过不少类似的岗位。这本书出版后，在中文圈也很火，因为它写的就是很多人身边真实存在的现象。不过，与其把这5种类型硬套到某一种职业上，我觉得更合适的问法是：我们自己的工作里有多少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？就我个人而言，我觉得至少有1/3甚至一半的时间都在处理类似的工作，修各种本来不该发生的问题，向客户解释为什么出了错，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，不停地发邮件追进度，然后参加一些连目的都说不清的会议。会议里坐着一大群人，每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在场，最后大家用开会来证明自己确实在工作。这本书会引起共鸣，就是因为它描述了很多人的真实工作环境。先给没读过这本书的人解释一下， Graeber 所说的 bullshit job 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烂工作。清洁工、搬运工和护理人员的工作可能很累，薪水也不高，但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些工作有没有存在的必要。Bullshit job 的判断，以劳动者自己的感受为中心，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存在？如果这份工作明天消失，世界会不会有任何损失？很多人不管是自嘲还是真心，可能都说过一句话：没有我，公司照样赚钱。如果你真的长期觉得自己的工作消失也不会带来任何影响，它就很接近 Graeber 所说的 bullshit job。这种工作也未必清闲。想想你自己、身边的人以及曾经待过的公司，你可能一天开10个会，发20封邮件解释同一件事，把一份 PPT 改10遍、几十遍，一直改到老板满意。你也可能在跨部门会议上为了一个 idea 或者一个 design 争得很厉害，但在场的人心里都知道，这个项目不一定是客户需要的，甚至可能根本没人需要。上次我们聊置身事内时提到的一些现象，在钉钉这样的大组织里同样能见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能够长期忍受这些 bullshit jobs？ 这就要说到 Derek Thompson 在2019年提出的一个概念，叫工作主义，英文是 workism。工作主义的意思是，人们不只把工作当作生产和赚钱的需要，也把它当成个人身份和人生目的的中心。回到前面的例子，虽然你的工作可能没有多少意义，但为了证明自我价值，我们必须把它表现得郑重其事。会议必须显得重要，方案必须显得紧急，项目必须拥有宏大的目标。所以，工作主义不等于勤奋，也不等于重视职业，它让人相信理想工作就在某个地方。只要不断学习、竞争、加班和自我优化，总能找到一份既有高收入又能实现自我的事业。如果你对工作不满意，问题往往会被解释成公司选错了，岗位不适合你，或者你还不够努力。工作主义让 bullshit jobs 变得可以忍受，它没有让这些工作变得有用，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套解释。项目从来没有上线，但因为目标足够宏大，参与项目的人便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。报告从来没人读，但制作这份报告本身又可以证明你和你的团队很重要。这里有一个前提，不管这份工作有没有意义，它总归需要你去做。那份 PPT 是你做的，报告是你写的，邮件是你一封封发出去的。AI 动摇的就是这个前提。现在再回到这篇刊登在 Noema 上的文章，题目叫《为什么搞科技的人都这么丧》，作者是 Aaron Horwath。文章里写了一个很典型的场景：早高峰的通勤火车上，作者遇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，他坐在对面打了半个小时电话，一直在谈 EBITDA， 也就是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，还有利润率、成本结构和 ARR。电话打完以后，这个年轻人从包里拿出2根织针和一团粉色毛线，原来他正在给自己的侄女织一顶冬天戴的帽子。前面聊了半天公司业绩，他的语气都很平。说起这顶帽子时，整个人才第一次显得兴奋起来。
作者后来注意到，身边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者开始学习陶艺、画画、钩针，或者幻想辞职去农场生活。他们真正想逃开的不只是一家公司、一个老板或者一轮裁员，而是一种很难说出口的怀疑。每天占据自己大部分时间的工作，可能根本没有多少意义。前面提到的 bullshit jobs 指的是哪些工作让人觉得没有意义，工作主义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可以长期忍受它们。这种怀疑在 AI 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。AI 改变的是，许多科技从业者越来越难继续假装没有看见它。以前，一份 PPT、一份报告或者一封重要邮件，即使没有多少意义，你也需要忙上几天才能做完。现在 AI 可能几分钟就能生成一个像模像样的版本，一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随之出现。如果这些所谓的专业工作如此容易被复制，我们过去究竟在忙什么？还有一个更不舒服的问题，当我们刚刚意识到这些工作可能没有意义， AI 又告诉我们，连这些说不清意义的工作也未必保得住了。这个频道一直在聊 AI 和科技行业，所以我相信很多观众比我更清楚 AI agent 对实际工作的影响。OpenAI、Codex、Claude Code 这类 coding agent 已经可以读取项目文档、修改代码、运行测试和整理结果。办公类 agent， 比如 Claude Cowork、Copilot， 能帮人整理资料、起草报告和邮件。他们接手的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人并没有完全离开流程，但位置变了。以前你是制作者，现在越来越像是在提示、调度、修改和验收。当一份工作原本就主要依靠这是人的专业劳动来维持价值感， AI 可以做，而且有时做得更快，这种价值感自然会松动。如果一份工作没有多少意义，但收入稳定，待遇不错，很多人仍然愿意接受。这就是你我今天真实的生活。人生的意义可以来自家庭、朋友和爱好。工作负责付账单，这本来是一笔很清楚的交易。AI 带来的焦虑是，连这笔交易也开始显得不稳定。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研究怎样把 AI 放进每个人的工作里。员工收到的信号也很直接，同样的人要产出更多，未来可能只需要更少的人。我觉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躺平。员工开始怀疑还值不值得为了下一次晋升牺牲生活。年轻人开始怀疑投入多年训练能不能换来稳定的职业。资深员工也会重新评估自己积累多年的组织经验以后还算不算稀缺。这构成了知识工作者的双重困境：先发现工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，随后又发现工资、身份和安全感也未必继续存在。工作主义既失去了精神上的承诺，也开始失去物质上的承诺。回头看那些辞职去开农场、开咖啡馆或者做陶艺的人，这些生活也未必像想象中那么美好。我们很容易把不了解的生活理想化，觉得亲手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更真实、更有价值。但这些工作同样有琐碎、压力和失败。很多人没有相关经验，最后也没能把生意做下去。离开一份 bullshit job，并不会自动进入一种完美生活。我以前看过一段脱口秀，里面的人调侃电子邮件的自动回复。很多人休假时会写：如果事情紧急，请联系某某。演员说：哪有那么多紧急的事情？你就是一公司前台，有什么事是 emergency？ 这个笑话有点刻薄，但我很认同原文里的一句话。对大多数员工来说，我们有义务互相提醒，放到更大的范围里看，这份工作根本没有那么要紧。从来没有人为一张电子表格丢掉性命，世界也不会屏住呼吸等待下一场产品发布，一次营销活动更不会改变世界。我们做过的大部分工作，几年以后可能连自己都不记得，但你的朋友会记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家人会记得你们之间有过怎样的关系，和你共事的人也会记得你怎样对待他们。我从这篇文章里读到的不是一套解决方案，它只是提醒我别把工作看得那么神圣，也别因为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，就误以为它等于生活本身。那顶粉色帽子没有什么宏大意义，它只是一个人亲手为侄女做的东西。冬天到了，他会把它戴在头上。这件事是真的，也已经足够了。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